首先感谢 Pineal Gland 的慷慨支持，这是我第一次收到打赏。兄弟们，我居然要到饭了！好，不开玩笑了。我一直觉得更新这个节目更多的是治愈我自己，从没有想到还会收到打赏。你的打赏不仅是对我努力的认可，更是对我继续前行的鼓励。这份善意让我感到温暖，也让我更加有动力去更新。再次感谢你的鼓励，我会更加认真的去更新，不辜负你的鼓励。好，后续是今天的更新。你知道为自己而活的真正含义吗？为什么不要把生命的意义耗费在别人身上？为什么说以任何高尚的名义去侵占个人利益都是错的？今天我们继续读《巨婴国》这本书。今天的读书章节中有以上问题的答案。今天我们读到的是这张试卷根本没有正确答案，一切都是为了儿女的虚妄，不得以任何名义侵占个人利益这3个专题。想听更多的内容，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读完这本书之后，我还会就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读更多的书，以帮助自己查杀掉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，在个体层面做到文化出埃及，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。让我们开始吧。这张试卷根本没有正确答案。考试梦的寓意，你遇到了考验。考试梦大多有这样的寓意：考试即考验，梦到了考试是因为现实生活中遇到了考验，或是升职等功利方面的考验，或是道德上的考验，并且考试梦隐含着这样的道理：你过滤了，因为那个科目尽管在考试中得了低分，但是在现实中它却是我们的优势科目，或起码也是那种经过艰苦奋斗后所通过的考试。比如你高中时数学成绩不好，但经过努力考试成绩上去了，但现在你常常做梦，梦到数学考了不及格甚至0分，考试梦的焦虑滋味很不好受，但你醒来后忍不住会说，这个梦真没有道理，我数学考试可是通过了的。这样说的时候，你对现实生活中遇到的考验的焦虑程度也会随之降低。至于那种你一直没学好的科目，倒不会出现在梦中。一切都是为了儿女的虚妄。这个帖子的题目是谎言中的 No.1， 没有父母不爱自己的孩子。几年时间内，它都是天涯杂谈的一个热帖，很多回复非常精彩。做这个梦的那天晚上，我打开这个帖子，看到了网友繁华成落叶的回复。他在反思一个看似伟大的句子，一切都是为了儿女。他写道，我也一直在想这类事情，那么多人好古怪，他们自己为啥不好好活？为啥硬要把自己的生命价值附着在别人身上？别人光荣，他们变光荣；别人失败，他们变失败。仔细一想，这简直是变态。每个人的光荣或耻辱，为什么不由自己来定？为什么要放弃自己去定义自己的成功？很多人爱说一切都是为了儿女，那儿女又为谁呢？如果儿女也继承相同的想法，其实往往确实是这样，也说一切为了儿女，那不就是老鼠会，不就是传销，不就是谎言一堆吗？一环扣一环，生命的价值在一堆看似高尚的选择中指向终极的虚妄。他继续反思说，几年前回家乡和一个女同学见面，她的话让我很吃惊。她很满足地看着自己7岁的儿子说，我的孩子很聪明，我要好好培养他，我的希望全寄托在他身上了。为何我很吃惊？因为他是个编辑。我有时和人聊天说，中国为何发展不起来？你看看，父母一心培养个上大学的，学问好的，就算大学毕业没几年，父母催着结婚嫁人生孩子，然后这个被父母培养的人又开始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，开始培养，哪有心思和精力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？有一次我开玩笑给我的朋友说，你干嘛这么费心费力的去培养你的女儿？什么钢琴，什么画画，什么舞蹈，到了她20多岁，又得开始培养她自己的下一代。你培养她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吗？还不如用那些钱培养自己呢。这2段话给了我很大的震撼。虽然我一直在想类似的问题，但从来没有分析得这么清楚。不过关于这个主题，我心中已积攒了千言万语，而繁华成落叶写的这些文字，宛如一石激起千层浪，把我这千言万语都激活了，并且它们就好像在一瞬间发生了巨大的化学反应，融为了一个整体。而以前脑子里还残余的一些僵化的想法，也在这一瞬间再一次坍塌。这就是我那个梦的含义。梦将我惊醒，而醒来的那一刹那，我就明白，它表达的正是我当天晚上的反思。父母不应把生命的意义放在孩子身上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利他与利己，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。长久以来，
我们的文化将利他和集体主义捧上神坛，而一直将利己和个人主义视为邪恶。我们认为利己和个人主义意味着自私自利和自我中心，而利他和集体主义则意味着自我牺牲和奉献。这个逻辑具体到生活中就成了这样的人生观：我要为别人而活着。但问题出来了，我为你活着，你配得上吗？于是我会紧紧地盯着你，看你是否值得我付出。因此我势必会变得很挑剔，而且我们会轻易地看到，我都把一切付出给你了，但看看你，缺点到处都是。那么反过来，你既然也是为我活着，一样会挑剔我。结果我们的这个社会大家都非常挑剔，很容易盯着其他人的道德缺陷说三道四，而我们也特别爱凑在一起讲其他人的流言。这个逻辑进入家庭，就发展出了我们最常说的一句话：一切都是为了孩子。但这就陷入了繁华城落叶所说的那种荒诞中，一代为了下一代而活，下一代又为了下下一代而活，结果每一代人都没有为自己而活，都没有很好的去创造独特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，很少活出自己的精彩来。于是一环扣一环，生命的价值在一堆看似高尚的选择中指向终极的虚空。这就很像传销，传销的宗旨就是利用我一切都是为了你考虑的逻辑，将本来价值很低的东西卖个高价，但谁都没有好好的去创造真正的价值。传销体系所做的仅仅是把价值从别人那里骗到自己手里，并且当父母喊出一切都是为了孩子时，很容易导致的一个恶果是，大人们把自己的生命价值捆绑在孩子身上，这就会给孩子无缘无故增加很多额外的焦虑感。那么应该怎么办？答案是，无论什么时候，父母都有自己的事情，都致力于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，那么孩子就只需承担他一个人的生命重量，而不必承担父母乃至祖父母、外祖父母的生命重量，也就没有那么累。也就是说，让孩子为他自己而活，活出他自己的生命的色彩。但是假如我们的文化对个体而言整体上是绝对禁止性的，那么会导致一个关键的问题：每一个个体都不敢活出自己，不敢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活。现代心理学如存在主义心理学和人本主义心理学都在说，生命的意义在于选择。人本主义心理学大师马斯洛说自我实现，而另一位人本主义心理学大师罗杰斯说成为你自己。他们都认为生命都希望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活，充分展开自己的生命历程，最终成为你自己。这时的自己富有饱满的生命力与创造力，同时又是赋予同情心与社会责任感。但是或许在我们的文化中，这样的活法很危险，所以大家都只好去找其他的一些活法，一切都为了孩子，就成了一个常见的活法。可是真相却是，相比起个人主义的西方来，我们对孩子的尊重与爱护程度实在是相差太远。听上去一切都是为了孩子，而且很多家长也真的是牺牲了很多，但他们要换取的是孩子一切都在听父母的。说的难听一点，一切为了孩子，这句话也可以说是一切是为了繁殖。这就导致了谁的生命都缺乏质量，而长久以来，人口繁殖的数量，无论从家庭看还是从社会整体看，我们的数量都是惊人的。不敢活出自己，这种心理在很多地方都有表现，有些很微妙。一位女性来访者对我说，她大学时参加一个 GMAT 的英语考试，轻松考了超高分。大家来祝贺她时，她的回答是说，我就是运气好，侥幸考了高分。深入探讨她的这个说法，我发现她很好胜，希望能考高分，但她害怕超高分会引发嫉妒，所以她要这么说。而这个说法的含义，考这么好并非主观意愿，是我之外的运气让我考这么好，所以你们不要嫉妒我。我想我们在大街上中国画中岳敏君作品中的那一个个抽巴的身体，都藏着一个类似的逻辑。我不敢活出多彩的自己，我不敢充分伸展自己，我怕被嫉妒，被惩罚，所以要找各种借口，说是为了别人才这么活。例如，我们不能为了自己去挣钱去竞争，但把它说成是为了孩子，听上去就没有那么自私了。如果说成是为了集体，那就更加冠冕堂皇了，不得以任何名义侵占个人利益。王小波在一篇杂文中写道，美国一个60来岁的老太太经营着一个大农场，农场里有很多特产，还有成千上万只羊。令王小波惊奇的是，老太太还有情人和性爱。
他的世界如此丰富多彩，就没有必要老盯着儿女或儿女的儿女了。但我们社会60多岁的老太太呢，只怕每天关心的主要就一件事：儿女或外孙女在干什么。况且我们也不敢这么活。例如，假如你身边有一位60来岁的老太太，还有情人和性爱，你会怎么看她？在小家庭中，我们讲为亲人而活，最终则会导致终极的虚空。在社会这个大家庭中，我们就讲集体主义，讲为了集体而无私奉献。但是我多年来一直想，我们或许是误解了个人主义，也夸大了集体主义那所谓的善。在我看来，如果集体主义仅仅是自愿为集体奉献，但集体不能强求自我奉献，那就很好。然而，一旦我们将集体主义视为必须，就会导致一个错误的伦理结论：可以借集体的名义去光明正大地侵占某个不情愿的个人利益。文化大革命期间，这个逻辑发展到了顶峰，就出现了这样一个荒诞的事情：洪水来了，一个青年因为去救一个集体的电线杆而牺牲，然而为此开展大辩论，而最终形成的主流结论却是，别说是一根电线杆，就是集体的一根稻草，都应该毫不犹豫地去抢救。不同意这个结论的，则受到了无情的批判。这是王小波在他的杂文中屡屡讲到的一个例子。我们的一个邻国现在还在发生这样的事。该国一名4年级的小学生，当学校突然发生山体滑坡时，为了保卫3大将军的肖像而付出了生命，结果被树为英雄。这个2012年发生的事件让我有了一个感慨：在一个变态的国家，做一个主流的好人就等于傻子。其实这种逻辑直到现在还在被借用。比如我们常听到这样的故事：某房地产开发商征地，某一位家庭不同意，于是这家就成了钉子户。而房地产商或某某部门出来说话时，常常指责这个钉子户破坏了团体的利益。现在我们正在向相反的方向发展，物权法就是一个里程碑。其实物权法的核心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，就源自个人主义。个人主义并非只是欧美国家的主流意识。我所知道的论述中，关于个人主义的最佳表达，来自俄罗斯小说家托斯托耶夫斯基。这位被奉为俄罗斯第一的小说家，在他的名著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中有如下一段对话：哥哥问弟弟，杀死一个小女孩可以令整个世界得救，那么这可以做吗？弟弟犹豫了一会儿，小声但坚定地回答：不可以。这才是个人主义的真正精髓，不得以任何集体的名义去侵占个人的利益。假如俄罗斯民族将此奉为至高无上的价值，那么苏联农庄就不会出现，斯大林的大肃反也无法进行，而波尔布特也就失去了在柬埔寨进行大屠杀的借口。地理等于社会最基本的道理。我那个一点也不焦虑的考试梦，就反映了我的这个反思的过程。虽然长期以来我已经开始形成了自己的结论，我们误解了个人主义，也误解了奉献等，但是我一直没有敢明确地形成这样一个结论，还处在探索之中。然而繁华成落叶的那2个精彩的回复，就像催化剂一样，一下子激活了我许许多多的思考。接着它们发生了化学反应，不断地融合，最终形成了一个结论性的东西。也就是说，我断定我们许多传统的价值观是不成立的，因此我会在梦中大喊，这张试卷根本没有正确答案。可以说，集体主义就像是一个考官，而我像是一个考生。这个考官给我出的各种选择题，都要求我必须按照集体主义的活法来活，但我觉得都不对，所以最后喊出了这张考卷根本没有正确答案，因为正确答案就是成为你自己。梦中考试科目的选择也非常精妙，地理可理解为大地之理，象征着社会最基本的道理，并且我中学6年中，尽管除了英语，其他科目都成为班级最好的，但我最喜欢最有把握的就是地理。如果换成其他科目，我都没有那么有足够的底气，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试卷根本没有正确答案。至于最后的那句话，我拒绝这种考试，也反映了我那天晚上的一个感觉。我觉得自己的确可以跳出很多传统的价值观所编织的网络，能用一个更幸福的价值观体系来看待人性和我们这个社会了。今天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。今天我们主要读了这张考卷根本没有正确答案，一切都是为了儿女的虚妄，不得以任何名义侵占个人利益这3个专题。期待在下一次的读书分享中与你再相逢。